老渔民手拿棍棒敲打起不听话的银龙鱼，清脆的敲击声让其直接进入到下一个轮回，让他来世再做一条更加金贵的金龙鱼。在这条亚马逊河流里，不但各种龙鱼混杂其中，巨型食人鱼更是猖獗，但也经不起喜欢吃鱼的人类一番敲打。而拥有丰富捕鱼经验的当地老渔民，只需靠着一把简陋鱼叉，便能横行在整个亚马逊河流里。任何想要从他眼皮底下溜走的大鱼小虾，都逃不过被剥夺肉身的命运。今天这期视频将带大家见识一下亚马逊土著人那让人吃惊的捕鱼技能。当地老渔民靠着一条独木舟便能走遍亚马逊的各大河流。他们为了能够给家人获得足够多的食物，一个星期最少划船出去打鱼3次，而打到的渔获并不会直接拿到市场上出售，只要每次获得足够吃上2天的食物便会收手。这次捕鱼的目的地是老渔民经常去的河域，已经拥有60岁的他从小便在这里摸鱼抓虾，任何一条支流对他来说都无比熟悉。河里的渔获种类繁多，宽大的河面上随时可以见到跳出水面的河鲜。独木舟每到一处都会惊吓到水里的鱼快速游开，平静的河面瞬间被打破。宽大的河面上并不适合进行捕鱼，只有去到狭窄的河道上或者靠近岸边才能够增加上鱼的几率。就算远处的大鱼出没引诱着老渔民，也只能眼看不能近摸。这一带的河鲜实在是太过于诱人，此时老渔民再也看不下去了，随即马上整理好手上的吃饭家伙，划船缓慢靠近有鱼出没的岸边。在看准鱼获所处的位置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丢出了手上的鱼叉。这一神之一正果然不同凡响，随着鱼叉再次回到手上，瞬间让他感觉到了强烈的震感。看这架势，打上来的鱼获没有5斤重也会有2.5千克。随即水面掠过一道黑影，被抓上来的却是一条只有3斤左右的食人鱼，也难怪力气大的吓人。虽然食人鱼的咬合力足以咬下身上的一块肉，但却在老渔民的手里栽了跟头。而在受到2记闷棍的敲击之下，便已经失去继续活下去的动力，同时牙齿也被直接敲掉，永远留在了河里吃土。这便是今天丢出的第一叉打到的食人鱼。老渔民继续在河岸边安静的行走，吃饭家伙也在时刻准备着。有时蓄力扔出的鱼叉并不是每次都能够直接射中水下的渔获，就算是老渔民也会时不时的打个水漂。而在同一个地方接二连三的打了个寂寞之后，此时一条并不把老渔民的威胁放在眼里的极品帝王3剑被秒杀出局。纵使有着一身华丽的外表和霸气的名号，同时也是人类喜爱的宠物，但也难逃老渔民的棒槌伺候。在3下敲击过后，直接跟食人鱼一同躺平在船舱上，大眼瞪小眼。在这平静的河面上，水底下的鱼类活动却异常活跃，就算是有人类靠近也会觉得好奇，多看2眼。而正是这些看热闹不嫌事大和好奇害死鱼的举动，才给了老渔民捕捉的机会。此刻又是一条食人鱼被轻松的拿捏住了命门，每打上来一条河鲜都会少不了敲上3下以保平安，生怕回光返照被它反咬一口，到那时吃多少鱼肉都补不回来。为了捕捉到更多的奇珍异兽，这回老渔民来到了河道狭窄的水域进行打鱼。此时一条藏匿于树枝之间的银龙鱼已被鱼叉给牢牢地牵制住，纵使在奋力的摆脱控制，也还是难逃一劫。随着生猛的银龙鱼浮出水面，可以看到它的体型有半米之长。此时银龙鱼在知道自己已经命不久矣的情况下，便将含在嘴里的鱼卵全部都吐了出来。而老渔民为了让它放弃继续挣扎，只好在水下直接给它来了好几记闷棍。很明显这是一条雄性银龙鱼，只有雄鱼才会负责将鱼卵含在嘴里进行孵化，期间并不进食。而老渔民在清洗掉鱼嘴里剩余的鱼卵之后，才将其放到船舱内。亚马逊河的支流非常多，植被也甚是茂密，在这样发达的生态系统里，生活着2000多种各式各样的鱼类，这里便成为了它们繁衍生息的好地方。而独木舟行走在狭窄的河道里并不是那么容易，到处都是倒下的树枝和巨大的树干，每一次都需要绕过去才能继续行走。经过一段崎岖的河道之后，此时扔出去的鱼叉被河鲜拉着到处跑，但是在老练的渔民手里，再怎么拍打水面也还是逃脱不了他的2座五指山。在双方你来我往的较量下，独木舟居然被银龙鱼拉着跑了好一段距离。在将其拉出水面的瞬间，当他看到老渔民手上的木棍时，再次奋力挣扎，不想就此交代在这里。拍打上来的水花还把老渔民给浇了一脸，虽然拼了老命在挣扎，但最后还是被无情地握住了任督二脉，直接敲晕在黄泉路上。而随着第2记闷棍的猛烈敲击，银龙鱼只能把肉身给交代在了老渔民手上。这便是今天收获到的第2条价值不菲的银龙鱼。河里的鱼货随时都会出现在任何地方，但只要被老渔民发现其踪迹，鱼叉就会有50%的几率获得命中。
而这一次又是一条体型巨大的银龙鱼被插中了鱼鳍，还没等拉出水面，便直接被棍棒给敲出了响。迷迷糊糊之中，又是3记清脆的敲击声，这下彻底的没了生气。渔获丰富的亚马逊河流让这里的渔民吃喝不愁，那么你家里养的银龙鱼会舍得拿来吃吗？